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凌晨看了傻逼暴雪的篝火访谈，被气到现在睡不着觉的琉璃。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今天凌晨肯定不会去看暴雪的篝火访谈的。都2024年了，还对这帮蠢货抱有期待，我是真的很蠢啊！希望各位是早上起来看见这个视频，没有浪费时间在琉璃的直播间里的。最起码这个赛季的暴雪是绝对不配你熬夜的。上一期视频里呢，我给暴雪的直播一共提了5个预测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篝火里，他一共就整了职业平衡、异能回归和试炼场3块内容，而且所有的内容都没有超过我的预期啊！其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在用非常离谱的操作强奸我的眼睛，这下暴雪设计师真不如我这个玩游戏的废物了。今天凌晨篝火的具体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唯一有营养的就是第4赛季会开 PTR 了。也就是赛季之前先开测试服，让玩家进去测一下新赛季的玩法和 bug。虽然这看上去很不错，但我现在是非常害怕测试服我还得去跑剧情或者是跑莉莉丝祭坛的，希望到时候可以复制正式服的角色吧。而除了这个勉强及格的内容之外，剩下的篝火访谈的内容就没有任何营养了。吸血鬼异能的回归呢，并非是以暗金的形式，而是以传奇的威能进行了改动。这个改动还算是有脑子的，最起码现在我们不用去刷72了。那这一次回归的异能呢，具体效果如下：有诅咒异伤，有核心压制，有攻击回血，有闪避蝙蝠，有基础技能提速，还有普攻刷新技能冷却。虽然大家比较喜欢的80%攻速没有回来，但总的来说还是差强人意的。那职业的平衡呢，就跟琉璃之前预估的一样，设计师虽然专门提到了野蛮人现在强度有点高了，但这个赛季还是不打算砍他的，反而是决定加强一下其他的冷门玩法。具体的改动应该要等到之后的蓝帖才能得知了。直播里放出来的内容大约就是这些。法师还在加强不知所谓的焚烧，但我觉得想要这个技能够强，设计师得给法师发把绝命才行。野蛮人这边则是强化了旋风手，还有一些用的不多的辅助技能。大地践踏呢，这个加强对开荒是个很不错的帮助，估计之后我们可以10几秒一次钢铁漩涡了。死灵这边主要是加强了宠物，顺便宣布了死灵法师是最早备战第4赛季的职业。而德鲁伊这边的加强呢，除了风减和同伴技能之外，还有一个过于冷门让我找了半天的风暴之友裤子，现在他的技能等级和强度都大大提高了，希望这些狼可以帮德鲁伊打过70层吧。游侠这边首先是修了武器精通的 bug， 然后加强了一些用的不多的技能，感觉其他的改动加起来都不如这个精准需求乘数-2来的实用。那以上就是这期篝火里聊的所有改动了，正式的改动估计还得等过几天的蓝帖，但后面这个试炼场那就真的是烂到流汤了。如果说前面的内容就好比是你吃了华莱士，看完之后隐隐约约有了一点感觉，那整个试炼场的说明包括展示就好比是你坐上马桶时茅塞顿开，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心的死了。这个试炼场系统简单点说就是完全固定地图、怪物和精英词缀的地下城，它的难度大约相当于大明镜的70层。我们需要在8分钟的时间在其中尽可能多的击杀怪物来获取积分，时间耗尽之后根据最终的积分来结算排名。这种模式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还在玩魔兽 RPG 的时候一张抓猪的地图，它具体的玩法就是你操作角色在规定时间里在一个黑暗的地图里去抓猪，时间到了之后看谁抓的猪最多来进行排名。而演示中透露的各种细节设计也让看了演示的我直呼内行。抛开别的东西不谈，这个试炼场最愚蠢的一点就是8分钟的限时了。在上个赛季的屠宰场里，我们虽然需要一命通关，但你操作的好或者是图够好，还是可以提前出狱的。但这个试炼场它就不一样了，你只要进去了就一定打满8分钟的时间才能出去。演示的视频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回城键甚至都被暴雪给抠掉了，不打满8分钟的时间不准出狱了，属于是。这如果不是 UI 的 bug， 而是真实的设计的话，我只能祝福想出这个玩法的设计师之后，每次上厕所他都必须排队8分钟才能进去。这个演示的地图呢，也是非常差劲的古拉恩贫民窟加背叛者大街的模板，各种拐来拐去的角落配合稀稀拉拉的怪物，有一种暗黑4早期刚刚砍完怪物密度的美。你想要在里面割草都是没有办法打得爽的，因为如果你的玩法强度足够，那你很快就能清空整个地图了，之后就只能等怪物刷新出来再击杀他们了。暴雪找的演示主播，他们玩电球法师吃了减号塔之后用脚走路，玩野蛮人冲锋平均10秒按一次，生怕自己打快了。
就算是这样，他们也能在8分钟的时间里跑完全图。这个分呢，也不是你跑得快杀得快就能拿满的，因为你杀了怪物之后，他们甚至会他妈的掉球，你得等一会儿球捡到了才能获取最多的积分。当然了，这个试炼里呢，你击杀 BOSS 之后还能获得一些独特的圣坛效果，但是由于试炼场的难度太低，这些圣坛很可能发挥不出啥独特的效果就是了。对普通玩家来说，这个机制已经足够折磨了。但如果你打算冲一冲排名的话，这个8分钟不给回城的设定就真的是臭狗屎了。因为经常刷记录的朋友肯定知道，这种完全固定地图卷积分的玩法，到最后一定会变成我开局一定时间内没打到固定分数，我就要退了重置的情况。但设计师用他的惊世智慧，让他抠掉了你的回城按钮。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不是 UI 的 bug， 到时候打天梯排名，我们要么就是没满足成绩就直接送死，要么就得强退游戏，才能保证自己刷成绩的效率。这一个系统可以说是同时折磨了休闲玩家和想要刷成绩的冲榜玩家了。最后他们还提了，这个天梯榜是分职业还有2、3、4人的情况的，不会让120斤的死灵跟200斤的英国大力士野蛮人一起去踩缝纫机比坐牢的表现。但在我看来呢，你想要打天梯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组一个4人队伍去冲成绩了。一个是坐牢的时候有伴会更舒服，另外一个就是我感觉试炼场出来的时候还在坚持的人呢，他们是不一定找得到朋友一起玩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一想到自己3月6号还得去打天梯就浑身难受的琉璃。下期视频我应该会更仔细的给各位介绍试炼场和天梯的机制，但现在还是让我先休息一下吧。